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在节目开始之前，麻烦您点赞关注。本期新闻节目的主要看点有：一、F-35与歼35、FA-18与歼 15T 舰载机捉对比拼，海空攻防谁更强？二、003航母的舰载机战力能否抗衡美军的尼米兹级大军？海军的战力核心是各式各样的水面作战舰艇，水面舰艇的最大威胁来自空中的打击，防空自然就成为各国海军关切的焦点之一。现代战争制空权争夺的输赢几乎就决定了战争输赢。水面舰艇脱离岸基战斗机保护，面对反舰导弹群的打击几乎是束手无策。如果仅仅依靠舰载防空导弹防御，无疑会陷入被动境地。如果不敢脱离岸基战斗机保护，又大大限制了远洋作战能力。实际上，如果没有战斗机保护，水面舰艇很有可能面对一轮打击就被重创甚至全歼。而拥有空对舰打击能力的对手，自然处于绝对的优势。现代空射反舰导弹射程大多超过200千米，中俄空射反舰导弹最大射程都达到300千米以上，甚至500公里，并且飞行速度可达2马赫。美国 B-1B 战略轰炸机甚至可以携带24枚 LRASM 隐身反舰导弹，最大射程高达927千米，而世界大数驱护舰防空导弹最大射程不足100千米，对高性能战斗轰炸机射程不足50千米。美国最先进的标准6舰载防空导弹射程高达370千米，但是拦截战斗轰炸机也不足200千米。如果面对隐身战斗轰炸机，其射程会更近。过去单纯依靠舰载导弹虽行防空作战的模式，已经很难适应形势变化和战场需求。自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军强国逐步形成了舰载机攻势防空、舰载导弹被动防御的作战理念，实际上也就是航空母舰舰载机、相控阵雷达防空舰、远程防空导弹的模式。海上编队也据此构筑起较为完整的远洋防空体系。目前全球真正拥有远洋防空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中国、法国、英国、印度，俄罗斯也具备较为强大的远洋防空体系。但由于俄罗斯巡洋舰和航母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其海军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此能力。具体到中国海军来说，就是要尽快建成由舰载隐身战斗机、固定翼有源相控阵雷达预警机、大型双波段相控阵雷达防空舰组成的水面防空体系，使整个水面舰艇编队防空网半径延伸至800千米以上，并在制空权的争夺上处于优势地位。作为暂时拥有海上霸权的美国海军，由于海上装备目标和技术规划的失误，短期内只能形成舰载隐身战斗机、固定翼有源相控阵雷达预警机、单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防空舰组成的水面防空体系。比较之下，显然中国在技术上领先一步，但双方都属于世界顶级水面舰艇防空体系。首先谈谈中美两国舰载隐身战斗机研制背景。就在刚刚过去的1个多月时间里，中国航空工业接连曝光了4种先进战机。歼 16D 在珠海航展亮相，歼 20S 双座型试飞图片曝光，歼 35舰载隐身战斗机首飞，空警600固定翼预警机也再次试飞。这种军机研发密度和速度，放眼世界也绝无仅有。目前，美国在中国周边已经部署了约170架隐身战斗机，另有约100架 FA-18EF 战斗机。日本也装备了数十架 F-35A 隐身战斗机。面临的巨大压力，迫使中国加大航母和各种主战飞机的研发力度。长期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美国又深受刺激，也在加快6代机的研制步伐。目前看，海军没有选择歼20舰载版是经过复杂考量后的科学决策，这绝不是由于成飞歼20和歼10研发生产任务重，没有额外精力研发一款全新机型。其次，对比歼15和 FA-18EF 战斗机的总体性能，目前美国标准6防空导弹最大射程已经达到370千米。这种最大射程并非在370千米处任何高度、速度目标都可以拦截，只是针对加油机、预警机这类反射面积大、飞行速度慢、机动性能差的目标。对3000米以下战斗机这种速度快、机动性能强的目标，拦截距离大约为200千米甚至更小。包括中国海红旗 9B 最大射程300千米，拦截战斗机最大射程也不足160千米。而空射反舰导弹能很轻易地达到200千米以上射程，所以拦截此类空中目标还是舰载战斗机最有效。
哪怕海军只拥有10至12架舰载机，也是战斗力的巨大提升。这也是海洋国家对航母梦寐以求的根本原因。而且航母也能在岸基航空兵无法到达的海洋专属经济区和岛礁实施警戒护卫。歼15舰载战斗机于2009年正式首飞，2014年在辽宁号展开舰载训练，2016年弹射型歼15T 首飞，并开始在星城训练基地进行电磁和蒸汽弹射实验。随后歼15D 电子战飞机也研发完成。随着国产航母计划顺利向平甲板电磁弹射领域推进，预计还需要生产约60架歼15T 战斗机，使歼15系列的总体规模达到120架左右。再来看看发动机 ，FA-18E 采用性能优异的 F414GE400 发动机，最大加力推力98千牛，推重比1:9。歼15采用的是 AL31F 发动机，最大加力推力122.58千牛，推重比1:8。歼15T 采用的是国产涡扇 10H 发动机，最大加力推力142.1千牛，推重比1:8。歼15舰载战斗机共有12个外挂点，最大挂载能力可达6吨，最多可以挂载6枚 PL-15 中距空空导弹和4枚 PL-10 近距空空导弹。中近空空导弹性能上比 FA-18E 使用的 AIM-120D 和 AIM-9X 略强一些。在发现距离和中距空空弹射程上，歼15T可先敌发现、先敌攻击，占据比较大的优势。进入近距狗斗阶段后，歼15T 机动性同样占优。但是如果经过 E2 预警机的加持 ，FA-18E 与歼15T 的局势可能就会逆转。FA-18E 会抢先发现，两者发射中距弹距离差不多。但是在 E2 预警机指挥下 ，FA-18E 会占据很大优势。当然，如果歼15T 获得空警600的预警指挥，那么空中优势将重回歼15T。再次对比两种35舰载隐身战斗机的技术性能，美国舰载隐身战斗机是 F-35。中国舰载隐身战斗机基本确定就是歼35。未来20年时间内，这种海上较量很大程度上就是两个35之间的较量。由于舰载战斗机对于航母乃至整个编队的核心作用，可以简单的认为谁的35厉害，谁就能迎来20年的海上博弈。歼35最早起源是被网友拍摄到一辆半挂拖车上被帆布包裹的粽子机，这就是沈飞的310工程样机，也称 FC-31隐身战斗机。这原本是空军第4代战斗机竞标失败的沈飞方案，被缩小后计划当作中型战机外销。沈飞将其定名为 FC-31，中文名称为古鹰。从现有资料看，古鹰机长17.3米，空重12吨，最大起飞重量28吨，最大速度1.8马赫，内油作战半径1250千米，最大挂载能力8T， 起飞滑跑距离450米，着陆滑跑距离700米。整机寿命8000小时，30年。歼35设计时肯定是以空中击败 F-35为目标，所以更加注重空战性能。由于当初 F-35设计时性能上以70%对地攻击、30%空战为作战目标，显然很难有效应对拥有后发优势、空战性能更优的歼35。F-35没有超音速巡航能力，而歼35必然能够超音速巡航。为了能让古鹰上舰，沈飞在座舱、进气口、后机身、评尾等多处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进行优化设计，为此获得了全机升组比系数增加10%左右的回报。FC-31目前已经公开的参数均为装配 RD-93或者 WS-13涡扇发动机的数据，而歼35首飞使用的发动机则有可能是新型的 WS-13E。这种 WS-13E 推重比为1:9，无加力，最大推力59.9千牛，最大加力推力101.0千牛。考虑到上舰修改设计，歼35空重比 FC-31增加1.8到2吨后达到13.8至14吨，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30吨以上，也已跨入重型舰载战斗机的范畴。实际上，歼35的目标发动机是全新的 WS-19中等推力发动机，但目前还在紧张的研发中。从公开资料判断 ，WS-19推重比为1:10以上，无加力，最大推力68.1千牛，最大加力推力107.8千牛。
换装 WS-19后，预计歼35最大起飞重量可达32吨。另外 ，WS-19的最终目标是推重比1:11以上，最大加力推力117.6千牛，空战推重比可以达到1.2以上。对比起来看 ，F-35空战推重比是1:0.86。而 F-22也就是1:21，换装 WS-10C 的歼20，目前为1:1.15，未来换装 WS-15可以达到1:1.43。考虑到歼35当前的气动设计特点，所以空战机动性能必然大幅度领先装 F-135发动机的 F-35。由于升阻比系数设计优良，换装 WS-19发动机的歼35以1.45马赫巡航并没有什么问题。这已经是与 F-22相同的超音速巡航速度。比较起来，歼20火控雷达是2000个氮化镓半导体器件的数字阵列相控阵雷达。虽然目前尚不清楚歼20氮化镓半导体器件每通道峰值功率是多少，但是氮化镓半导体器件比砷化镓峰值功率高一个数量级以上。中国几年前研制的氮化镓 TR 模块已经达到119.1W， 是 F-22砷化镓 TR 模块约12倍。估算起来，歼20对于1.0平方米的目标探测距离为300千米，配合300千米射程的 PL-15远程空导弹，可以做到抢先发现、抢先攻击。实际对战中，歼20对 F-22的探测距离为100千米左右，而 F-22对歼20的探测距离不足60千米。F-35对歼20的探测距离不足40千米，歼20如果和 F-22、F-35这类目标空战，完全可以采用62模式的空弹搭载方式，因为最大射程300千米的 PL-15用于这种距离的空战实在是有些浪费。PL-15更适合攻击敌方预警机、加油机等大型战略机型。正因为歼20对 F-22拥有巨大优势，所以美国已经计划到2030年将 F-22退出现役。说来有趣，美国空军前几年还吵着要重启 F-22生产线，如今才几年光景就急迫让 F-22退役，可见美军对歼20的复杂焦躁心态。歼35上舰服役预计将在2025年之后，歼35雷达技术有望领先歼20一代，最少是半代水平。歼35探测 F-22和 F-35有望达到100千米以上，而 F-22和 F-35探测歼35分别只有50千米和40千米以下。也就是说，对歼20和歼35来说， F-22和 F-35已经和强化隐身的3代机没什么区别了，最多只是个半隐身战斗机。所以歼35上舰后，相当于把美国苦心经营、耗费1万亿美元的 F-35项目打成了废物，基本宣告了美国航母制海权的终结。美国能改变的只有在挣扎中期待6代机的尽快到来。